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伊富迪的乐特性量测实验室，我是这里的应用工程师 Erin。那在上次影片跟各位介绍了 MOSFET 的量测原理、量测模式、加测方法和实际量测的过程。这次要跟各位介绍更进阶的元件 Silicon Carbide MOSFET。除了会让各位了解 Silicon Carbide MOSFET 跟传统的 Silicon MOSFET 的差异之外，还会介绍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适合量测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的站态热阻。那在正片开始之前，先跟各位更新一下实验室的近况。最近为了要改善元件的接线问题，所以 Erin 自己做了一些线材，然后也买了不少的电子零件。那为了让这些无家可归的电子零件有地方住，所以我们准备了后面这些收纳的空间，让他们有地方住了。那我发现我们桌子变这么空，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那没错啦，就是下面的这个自然热对流箱，现在住到冰水机的旁边。那以后有这个上面的空间，我们就可以跟客户好好讨论他们的元件要怎么样量测。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些线材的使用方式。那客户在准备元件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请客户把元件的接角焊线给我们。但其实这样会有两个小小问题，就是客户焊的品质比较不一致，而且客户可能会不清楚他们的元件在量测热阻的时候需要使用到多少电流。那如果他们不小心焊到比较细的线给我们，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就会很担心线会不会有烧掉的问题。那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Erin 自己做了这些接线。你看，像是这种 TO 封装的元件，它的接角就可以直接用这种可以活动式的插头来连接。然后像这样子的插头也可以使用在有6颗 IGBT 的模块上面。那像这种 U 型的接头也是可以连接在这上面的。另外，我还有做这种双头的，这样就可以做到串联的效果。那还有这两个接头可以接在3颗 IGBT 模块的这两个接角。而且它们不会互相短路在一起，非常的方便。那接线的部分介绍完了，接下来进入本片的重点咯。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站态热阻量测示范。那因老板的要求，我在报告里面增加了英文的翻译，也加上了中英文的 CC 字幕，观赏时别忘了打开字幕哦。之前影片的字幕 Erin 有空的时候也会慢慢补上。那么在开始介绍之前，先提醒您，本片有著作权保护，需要经过授权才可以使用哦。这部影片的目标学员以半导体相关领域的学生、公司和工程师为主。如果您对电晶体量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一同观赏。您可以从这部影片学习到以下技术。首先会先介绍 Silicon Carbide MOSFET 跟传统的 Silicon MOSFET 的差异，接着是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的优势和常见的量测问题，最后会比较不同量测模式的实验结果来找出适合的站态热阻量测模式。如果你已经对它们的差异和优势已经充分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跳到后半段来观看。那我们就开始吧。Erin 整理了材料特性的表格来比较 Silicon Carbide MOSFET 和传统的 Silicon MOSFET 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 Silicon Carbide 是一个非常强韧的材料。这里的杨氏系数可以把它想象成5克定律中的弹性系数。Silicon Carbide 是 Silicon 的2到3倍，硬度仅次于钻石，而且它的键长比 Silicon 还要短。这意味着需要用到更大的力量才能够打断 Silicon Carbide 的键键，那也就表示 Silicon Carbide 的制造和加工是比 Silicon 更加困难的。从热特性来看， Silicon Carbide 有2倍高的熔点和2到3倍大的热导率，在封装前的操作温度
是 silicon 的2倍。我们可以发现它在热方面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在电线上的差异呢？ Silicon carbide 有2倍宽的能系，还有高一个数量级的临界电场和崩溃电场。但是各位可以发现，前面的特性都是 Silicon carbide 比 Silicon 优秀许多，唯独只有电子牵引率是输给 Silicon 的，为什么呢？这就要从 MOSFET 氧化层的热处理方式来讨论。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热氧化的过程。Silicon 和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系，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Silicon carbide 在氧化的过程中，锡和碳会同时抢氧气，这会造成碳原子的热氧化反应不完全。那碳的热氧化反应不完全，就会在氧化层中形成多种缺陷。缺陷会导致能系中靠近价带导带的位置形成高密度能态，而高密度能态会去捕捉流动中的电子和电动，在能系中形成受困电荷。那电荷受困之后，就会导致流动电荷密度减少，最后电子牵引率就会大幅降低。所以简单来说，这一切都是缺陷造成的问题。如果这边一下子还无法理解的话，记得回来听个3遍。那我们回到表格，可以看到 Silicon carbide 的电子牵引率比 Silicon 低很多，而且事实上是比这个数值还要更低的。直到有研究发现，利用氮或磷的化合物做后退火处理，可以明显改善电子牵引率。不过磷化合物会造成偏压过大的问题，所以目前还是以氮化合物的后退火方式为主流。那我们来整理一下 Silicon carbide MOSFET 具有高压、高频和高效率等3大优势。它的能系是 Silicon 的3倍宽，又被称为宽能系功率元件。宽能系功率元件的好处在于，它能够耐受的电压、电流和温度跟 Silicon 相比都会大幅提升。其他特性与 Silicon MOSFET 相比，有更小的导通电阻、更低的导通损耗、更快速切换的开关过程、更小的机身电容、更高的工作温度、更好的 Body Diode 反向恢复等特性。那它节能、重量更轻、尺寸更小，是受到产业界和消费者青睐的主要原因。那它主要应用在电动车、无线充电、大电压快充和5G 技术等热门的消费电子上。从前面的介绍会感觉 Silicon carbide 好像是 MOS 界的救世主一样，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但是除了电子牵引率比较低之外，它的驱动电路更为复杂，而且对杂散参数像是空气中的温度、湿度或是风吹草动等更为敏感。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 JEDEC 规范中的严谨条件来量测元件，才能够大幅减少误差。再来 Silicon carbide 的封装仍然是使用传统 Silicon 元件的封装技术。前面有提到，在未封装的情况下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的操作温度是传统 Silicon 的2倍，但是在目前封装技术下 Silicon MOSFET 的极限温度是150度，而 Silicon carbide MOSFET 则是在150度到175度的范围，它大幅限制了 Silicon carbide 元件的使用温度，所以研究它的热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在量测元件的时候，氧化层的缺陷造成的受困电荷会在元件开关的瞬间引起电讯号干扰，所以会使得 Silicon carbide MOSFET 无法使用某些量测模式来得到良好的结构函数。那元件特性的部分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借由不同的量测模式来研究哪种模式最适合量测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的站态热阻。我们使用的设备有3宝 Twister、Booster 和温控平台。那我们的量测环境是完全按照 JEDEC 国际量测规范。量测的模式和架设的方法在 Erin 的上一个影片里面有介绍了，这边就不多做赘述了。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我会请 Jay 把连结放在说明栏内。那这次我们量测的元件是来自日本 ROHM 的 Silicon carbide MOSFET。
那以下是量测的结果。这张图是 MOSFET diode 模式下的讯号站态。我们用 Twist 量测完毕之后，都会先出现一条电压对时间变化的曲线图。那我已经先把不同大电下的曲线叠在一起比较，就像我们平常在试参数这样。图形的前面是电讯号站态，后面才是我们计算时需要的热讯号站态。再来，温度敏感参数 TSP 会随着元件的型号、导通的方式或小电的不同而改变，所以有时候图形会出现往上或是往下的情况都是正常的。另外，曲线的粗细代表元件的杂讯大小，一般是可以借由调整电流来降低杂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出现了哪些问题。首先您可以看到前面有电讯号站态延迟较长的问题。再来，虽然这3条线型叠得还不错，可是热讯号站态有异常的突破，而且无法借由调整大电来改善杂讯。这些问题会造成 Twist Master 无法计算出正常的结构函数，所以我们用下一个模式来量测看看。用 Saturation Mode 量测完毕之后，会发现前面的问题都得到改善了。电讯号站态延迟明显变短了，热讯号站态正常而且叠得也不错，也可以借由调整大电来减少杂讯。那这一切看起来是非常的美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比较 Saturation 模式下的结构函数时，发现在不同的大电下，结构函数的前端明显分开了。我们先用传统的 Silicon MOSFET 做比较。这张图可以发现，一样在 Saturation 模式下，不管大电怎么改变，结构函数前面的封装部分都可以叠合得很好。而且这里的大电有2安培的差异。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张图。这边可以看到，大电只有相差1安培，而我们得到的结构函数线型也很相似，但是可能是因为氧化层缺陷的关系，或是其他原因，导致结构函数上有分开的状况。我们并不能说这些结构函数是错误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哪一条才是最好的结构函数。这时候就需要再用其他的方式来验证。这是Body diode模式量测下的结果，可以看到电压对时间变化的情况一样也有得到改善，像是电讯号站态延迟的问题正常，热讯号站态也正常，而且叠合的还不错，也可以调整至适合的大电来减少杂讯。而且在不同大电下，结构函数的封装部分叠合得良好，可以证明Body diode模式量测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结构函数的再现性很高。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做异介质量测法，来找出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的站态热阻。那曲线看起来很粗，是因为我不小心把它点出了，跟杂讯是没有关系的哦。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的研究。由于受到 Silicon Carbide MOSFET 氧化层缺陷中的受困电荷的影响，本次研究借由改变量测模式，可以发现开通到加热 MOS 端，像是 MOS diode mode 和 Saturation mode， 并不适合用于量测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的站态热阻。最后 Body diode mode 成为量测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站态热阻最佳的方式。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就算施加不同的大电，结构函数也可以呈现出优良的再现性。那这些是前面特性部分的参考来源，里面有更详细的说明，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出来看看。投影片的最后一张是易富迪的联络方式，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直接写信给我，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的实验室，我会在上班时间回复您哦。那以上就是 Silicon Carbide MOSFET 元件的站态热阻量测示范。那在这边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以后是这种 TO 封装和 IGBT 模块的话，都不需要再焊线给我们咯。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和分享，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